会通祠位于风景秀丽的什刹海，什刹海也写作什刹海，因四周原有10座古刹而得名，为燕京胜景之一。什刹海包括3个水域，即前海、后海和西海，又称积水潭。会通祠就坐落在西海西北的小岛上，由姚广孝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，旧称法华寺，为了保佑不发生水患而建，所以又称镇水观音庵。清朝乾隆26年1761年重修，改称会通祠，下面为德胜门西水关，南岸有一只石狮镇水兽。石狮镇水兽是雕在石板上的一头爬行4脚怪兽，长约 1.90 米。乾隆重修会通祠时立了一座通高 2.43 米的石碑，方作夔龙首，碑阳为乾隆御制会通祠诗，碑阴为乾隆御制积水潭集景诗3首，碑身西侧是乾隆51年御制。其中一首诗云：一座湖亭已大堤，两边水自别高低。片时既盛浮烟舫，春树人家望转迷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修建北京地铁2号线，会通祠被全部拆除。1986年按原制复建，此后建碑亭，将乾隆御制诗碑重新立于亭内，只是水关及石狮已无原貌。重建后的会通祠改为郭守敬纪念馆，因为郭守敬曾长期主持水利设计。纪念馆分4个展厅，向游人展示这位元代科学家的生平功绩。郭守敬在天文、历法、水利和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今天我们只讲他治水的历史故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古迹寻踪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迹，给您讲讲有关的历史、人物、故事和传说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郭守敬，字若思，晋哀宗大正8年1231年，郭守敬出生在邢州邢台县，今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。关于郭守敬的家庭，传记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父亲。郭守敬很有可能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。郭荣通五经，精于算术、水利，是金末元初精通儒家经典和天文、水利的著名学者。日后郭守敬能在天文、历法、水利等领域取得不俗成绩，与其祖父的启蒙是分不开的。大概在郭守敬17岁时，祖父将他送去紫金山书院，拜刘秉忠为师。紫金山书院是当时邢台人文荟萃之地，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毅、王洵、郭守敬先后在此研学，他们均入仕元朝，在不同领域取得很大成绩，被后人尊为紫金山五杰。刘秉忠年长郭守敬15岁，他是奠定元朝一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人物，也是元朝兴建大都城的规划师。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，结合北京的山川形势，规划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城。郭守敬的故乡邢州城北有涝水、达活泉、野湖泉、金元之际，由于战事的破坏，3条河流堤坝受损，河水泛滥，冲毁了架设在河上的桥梁，百姓只能靠简陋的木桥过河，木桥归置简狭，随作随坏，行者病赦久矣。1251年，郭守敬受命负责疏浚河道，工程征调400人，仅用40余天，便是3水各有归宿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在他指定筑桥的地方，工人在深厚的淤泥中发现了30多年前旧桥。写出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的大文豪元好问，为此写了一篇文章《邢州新石桥记》，提到乃命里人郭生立准记功，郭生就是郭守敬。这时他21岁。中统3年1262年，经中书左丞张文谦荐举，32岁的郭守敬在上都向忽必烈提出建设燕京及华北平原的6项水利工程。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水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构思。元世祖忽必烈赞叹：“任事者如此，人不为素参矣。
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，负责掌管各地河渠修缮和水道治理工作。次年，他晋升为副河渠使。郭守敬为兴建北京水利的第一项工程，便是修复今中都市的旧漕河，引玉泉水入积水潭，以通周东至通州，也是历史上北京大规模开发玉泉水的最早记录。到了至元元年1264年，郭守敬奉命前往西夏修复因战争遭破坏的野黄灌渠，他力主因旧谋新，更立闸堰，在传统经验上重新设计闸坝，主持修复长达400余里的唐外渠和长达250余里的汉延渠。仅用5个月施工，农田得到充足灌溉，再现塞北江南景象。当地百姓为郭守敬建立生祠，以铭记他为民造福的功绩。自西夏回来后，由于忽必烈这时已经计划营造大都城，郭守敬建议重开京口河，引卢沟河，也就是现在的永定河，通漕运，以运输西山的木材和石料，保障大都城的建设。京口河是指今大定11年，今世宗下令在今石景山路开凿的渠道，自燕京至西马峪村，分引卢沟以至东流，穿西山而出，是为京口。京口河经过大都至通县入白河。新河建成后，因河道高差过大，水流湍急浑浊而无法行舟，最终失败告终，堵塞了京口。至元3年1266年，郭守敬重开京口河，其中利用了3项技术：一是将取水口上移至马峪村，容易控制引水量；二是在京口前开挖退水渠，若超大洪水，可沿退水渠回流卢沟河，确保都城安全；三是在京口河中间修建了玉渊潭调节水库。由于妥善解决了引水与防洪的矛盾，京口河开河成功后，大量木材、石料等建筑材料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供应大都，为原大都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京口河河水的落差、泥沙、洪水等问题还是无法克服，连续使用30多年后，大德5年1301年，京口河又一次被彻底封堵起来。这应该是郭守敬治水的一次失败经历。至元11年至15年1274至1278年，为满足皇家宫苑用水，引玉泉水进入皇城，开凿了金水河。进入皇城的金水河共有3条，一是从玉泉山下引出，经义和门南水关入城，过西河，经崇国寺南门葡萄园，沿海子南岸东西道路入皇城；二是从积水潭西侧引出，称为西河，经照灯雨路，过干石桥东至太液池；三是从积水潭南侧直接引入皇城御苑。玉泉水的一部分汇入金水河，使积水潭至通州的漕河水源紧缺。至元16年1279年，郭守敬在这条河道上修建7座拦河坝，自东向西依次为深沟坝、王村坝、郑村坝、西洋坝、郭村坝、长庆坝、千丝坝，以坝蓄水，保证漕运。坝河因此得名，也称复通7坝，是大都城至通州最早使用的运河。通过运河将粮食等物资运送到都城，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。隋唐修成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，向东南到杭州是一条线路，向西北到北京是一条线路。元朝定都北京，大运河不必绕到中原，应裁湾取直，从江南直上北京。能不能裁湾取直，如何裁湾取直，这都需要经过实地测量才能得到答案。至元12年1275年，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北以山东德州为顶点，南至江苏徐州，西至河北大名，东到山东宁阳的这一大片地方进行了测量工作，得到的结论是大运河可以南北连通。1年以后，元朝军队攻入南宋都城，大运河的起点城市杭州。又过了3年，南宋最终灭亡。
富庶的江南归入元朝的版图，大运河的意义无疑更加重要。至元20年（1283年），元朝修成了从济州（今山东济宁）到许城鞍山（今山东东平西南）的济州河，并疏浚汶泗水道，向南可达徐州。但这时鞍山向北到临清一段仍需陆运。至元26年（1289年），在郭守敬主持下，用半年时间开凿了鞍山至临清的会通河，修建船闸31座，完成了山东运河建设。由于从临清到通州的河道在隋唐时期就已修好，这样就实现了东西大运河向京杭大运河的转变。元朝改造大运河的前2部曲完成，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。通州到京城这一段的漕运，当时依靠的主要是我们前面介绍的灞河。尽管采取了建坝蓄水的措施，漕船在灞河的通行仍然效率低下，只靠灞河无法满足大都城越来越大的漕运需求。因此，至元29年至30年 （1292 至1293年），郭守敬主持开凿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工程，包括上游引水河在内。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，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。元朝的通惠河比明清以至今日的通惠河都更长。郭守敬选定的水源起于昌平白福泉，元朝时泉水很旺，汇入东沙河。由于昌平和大都之间有沙河、清河阻拦，白福泉水无法顺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径直引向东南。郭守敬决定沿山路引水西行，再向南接引沿途的泉水，让水源更加充足。河道沿着西山山路转了大半圈到瓮山坡，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，然后通惠河出瓮山坡入积水潭，在万宁桥出积水潭之后，沿着大都皇城东城墙向南流，从立正门原大都城正南门东水关出城，一路东奔，在通州李二寺（现在叫李二寺村）注入北运河。由于北京地面坡降过陡，水流无法缓流，郭守敬在沿河上下每10里修一座水闸，距闸1里左右，在修斗门共建船闸11处24座，以过舟止水，便于节约水源，控制水深和流速，保证船只平稳航行。通惠河从白福泉到瓮山泊的这一段是郭守敬的独特构想，最可见其对水的性格的掌握。这一段沿途要与多条山溪交汇，夏秋时节，山溪一发洪水，可能会将渠道冲毁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处理好引水与防洪的关系，郭守敬在渠道上设置了12处清水口，在山溪入口处把堤坝修得很低，这样山溪来水可直接流入渠道。而在修建入口对面，也就是山溪下游方向的堤坝时，用到了一种特殊的材料，即用篱笆编成狭长的笼子，里面塞满石头，洪水发生时堤坝会被冲毁，这样洪水能很快排到下游，不影响渠道引水功能。待到洪水过去后，又十分容易修复堤坝。至元30年 （1293年）7月，通惠河建成。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，路过积水潭，见其上竹炉碧水，大悦，亲赐名为通惠河，并赐郭守敬钞12500贯，命他仍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。通惠河的建成使漕船可以直达大都城内，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。当通惠河工程于1293年完成时，郭守敬已63岁。之后主要从事和天文历法相关的工作。大德7年 （1303年），成宗下诏，凡年满70岁的官员皆可退休，唯独郭守敬，因为朝廷还有工作依靠他，不准退休。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，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。元仁宗延佑3年 （1316年），郭守敬去世，享年86岁。郭守敬建立的水利工程，
奠定了明清直至现在北京城市引水排水的基本格局。永定河引水渠和精密引水渠、通惠河与灞河是主要排水河道。现代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撰文的《白福泉遗址整修记》写道：白福水导引入京，始于元初，以济漕运。郭守敬经史其事，开渠引水，顺自然地势，西折南转，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。今日新开精密引水渠，仍循原石故道，足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确。